上一节课我们学了起卦，新来的同学有没有起卦呀？你们回去赶紧去起卦。起了卦之后，然后再进入下一个流程，这一个流程就叫做占备七件事。什么叫占备啊？就是你要起了卦了，你就可以来断卦了。你要断卦之前，你要准备好这7件事情，把这7件事情搞清楚，我们就可以填那张起占图，根据这张起占图来断卦。下面我们来讲占备7件事。第一件事叫计时。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起出这个本卦支卦的那个时间点、那一天、那个月或者那个时辰、那一年都要给它记下来。时间王朝由年月日时组成，时间是不是一个王朝？它是由年月日时组成的。那么比任何一个王朝都更有权力、更持久。你说我们历史上朝代2、3千年朝代更迭，300年一次，300年一次，有的甚至10几年就完了。那么时间这个王朝它是不会更替的，没有人可以取代得了它。年是这个时间王朝的帝王，虽遵从南放，然无为而治，不事繁杂，就是年一般不管事儿。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不需要把年记下来。比如说今年年初你要断这一整年的这个运势，或者这一整年的财运，那么你最好把年记下来。比如说今年是甲辰年，是吧？那辰年如果辰入卦，比如说你起的今年一年2024年这一年的财运，如果说辰这个地支它入了卦，而且是财爻或者世爻，那么今年你的运势大概是不会差的。所以说断1年或者2年或者更久远的事情的时候，还是要把这个年记下来。但是断眼前的事，3、4个月、5、6个月之内的年就不去管它了。所以说年它就叫太岁嘛。我们说犯太岁，犯太岁指的就是这个年。那越见为执政大臣，大权在握，巡察天地上下，掌管万物生杀。所以说越见在我们起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。月见一定要把它记下来，月见通常是记它的地支，把它的地支记下来就可以了。日辰为分姜大历，与月见同掌万物之生杀。日辰干支，日辰的干支要记下来。这个月见的地支和日辰的这种干支，它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。这2个东西，一个月见，一个日辰，在一个卦的吉凶，在每一个爻的吉凶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然后时为兵丁衙役奉命行事而已，就是时辰也不要去记。但是你如果是断眼前的事情，比如说你今天就跟人家打麻将，讲的是今天的事情嘛，那么最好把这个时辰也记下来。或者你断一个人生孩子，就这2天的事情，眼前的事情，你要断他生男生女，生孩子过程中有没有出现危险，你也要把时辰记下来，参考一下时辰。这是年月日时。月见日辰与时间王朝治下任何事物而言，皆头顶之青天。换言之，时间王朝治下任何事物皆跳不出月见日辰之掌控。就月见和日辰于时间王朝治下的任何事物而言，就任何事情、任何的人和任何的事，你都离不开月见和日辰的掌控。一个是中央的执政大臣，一个是地方的分姜大历，这2个权力是非常大的。就你的旺衰一动一静都跟日辰有关，它可以决定你衰还是决定你旺，决定你生还是死，都由他们来决定。这2个权力非常大，就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事情，我们起任何卦，任何卦里面有人嘛，或者我或者别人，那么这个卦涉及的任何事情，就所有的人和事都跳不开月见和日辰的掌握啊，月见和日辰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然后呢，计时呢？计时是什么呢？就是记起卦当时及本卦之卦生成当时的月见和日辰。要记住，这是第一件事，要把起卦当时的月见和日辰记下来。月记它的地支，日辰记它的干支，一定要把日辰和月见这2个记下来。你起的卦，你有本卦有支卦，对于这个卦里面每一个爻的旺衰都是由他们来决定的。不妨记当时之年与时辰。我刚才说了，就如果是很长久的事，要把年记下来；如果是很短的事，要把这个时辰给记下来。这是计时第一。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概念哈，本卦之卦亦不能跳出月见日辰之掌控，这是肯定的了啊。本卦之卦以及本卦之卦里面的所有的爻，
本卦之卦亦不能跳出月见日辰之掌控，本卦之卦皆在月见日辰掌控下生成，对不对？你生成这个卦，你起卦，你生成这个卦，你就在这个时间里面啊，你就在这个月见日辰的治下。本卦之卦皆在月见日辰掌控下生成。本卦之卦诸爻，本卦之卦它有很多爻，一个卦有6个爻，诸爻专备干支之后，我们讲了半天是吧？那讲讲了半天，就是给本卦的每个爻专配上干支，即有五行属性，对吧？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每一个卦它专配上干支，专配上干支就有五行属性啊。比如说你的地支是辰，它就是土；你的地支是寅卯，它就是木。专备干支后，即有五行属性，即有万象休囚、循空跃破、生克合冲，是不是？这个大家都学过了。万象休囚、循空跃破、生克合冲，以及长生地旺木绝等等，这个都是一个爻它应有的这种状态。我们看现实生活中看一个人旺衰，我们可以看他身体好不好，脸色好不好，我们可以从他的眼睛啊，可以从他的皮肤啊、肤色啊等等看出来。但是呢，一个事情它在月日之下，它有万象休囚，它有循空跃破，有生克合冲，以及长生地旺木绝等等，有这么多的这种状态。就是一个爻生成之后啊，它在月日之下，它有各种各样的状态。那甲就是把这种各种各样的状态全部给它表达出来，其种种情状皆由月见日辰决定。初学的人可能体会不深，学过一段时间，已经会专卦，已经会断卦的，这个体会是非常深的。爻是非常多状态啊，有旺衰，有空破，有循空跃破、生克合冲，以及长生地旺木绝等等。月见日辰与本卦之卦之关系，月见日辰跟本卦之卦是什么关系呢？于本卦之卦而言，月见日辰不仅为时间，亦为空间。月见日辰对于本卦和之卦来说，它不仅是一个时间，它是一个流动的一个时间，它还是一个空间。它代表什么呢？当下的社会环境、世道人心，以及时事、局势、趋势等等。我们那天讲到了世应，是吧？讲到了世爻和应爻，世爻和应爻，世爻是我们自己，应爻呢是他人。那如果你在你断的这个卦里面没有他人，那是什么呢？应爻就是什么呢？应爻就是你自己面临了这个社会环境，社会环境对你好不好？你要看一看你的工作好不好。它如果是旺相的，它在月见日辰之下如果是旺相的，说明社会接受你这件工作，你这件工作是有前途的，有社会基础的。如果说在月见日辰之下它是衰的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社会不接纳，说明你这个事情在社会上吃不开，没有前途。就是应爻啊，所以月见日辰它也是社会环境、世道人心，它决定了应爻的旺衰。于本卦之卦诸爻而言，若其为举子考生，则月见日辰乃主考官。大家想想看，本卦之卦都有很多爻，这些爻它就像考生一样，那月见和日辰它就是主考官，月见日辰主考官，这两个主考官可没有半点的私心，既特别公正严明，又特具洞察力和辨别力。我们用一句很现代的话说，你行他不会说你不行，你不行他不会说你行，他说你行你一定行，他说你不行你一定不行。这就是月见和日辰，它是非常公正的，它是非常严明的，它是极具洞察力和这个判断力的。说你行你就行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，说你不行你真的是不行，说你行你是真的行，就是这么一种状态。归根结底，于本卦之卦及其诸爻而言，月见日辰是第一基本首要必须之外因前提环境和条件，叫月见日辰非常的重要。然后呢，易云曰：设若空间为一面，这是我书上的一段话哈。设若空间为一面，而时间为垂直于此面之一足，空间为一个面，然后呢，时间是垂直于这个面的一个轴，这里是原点。比如说这个是 x 这个轴，则空间面上发生之任何一事，其沿时间轴向运动变化之轨迹，即可由易运算推导而出。这是易云里面说的一句话：时间既为一足，则生成时月日即轴之原点，进行中月日即轴上一段。就是说，我们说的月见和日辰，实际上它是有两个的。
月见和日辰是有两个的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这个轴的原点有一个月见和日辰，就是你起卦当时有一个时间点，那个叫原点。那么你起卦了，卦起了之后，在你这件事情发展的过程当中，那一段叫做进行中月日，一个叫生辰时月日，一个叫进行中月日。这点能不能理解？进行中月日就跟我们说的这个你的八字，然后你在流年、流月、流日当中，对吧？你在这一点，这个是原点，你在这一点起了卦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的月见日辰就决定了你的状态，就是你在这个时辰生下来，这个时辰就决定了这个八字，这个时辰就决定了你的状态，你是旺是衰，你的结构是如何，就决定了你的状态。比如说你要断你的仕途，你的仕途现在还不清楚啊，我们说你会从科长升处长一段时间之后啊，那么这段时间是什么？所以说月见和日辰它有两个概念，一个叫生辰时月见日辰，一个叫进行中月见和日辰。那么原点则生辰时月日即轴之原点，进行中月日即轴上一段，此一段起于原点，止于所仗势之终点。比如说你要断一个人的财运，或者断一个人做某件事情他能不能赚到钱，原点非常重要。原点就是月见日辰决定了你这个爻，你这个财爻是旺还是衰。那么这个进行中月日是怎么样的一段时间呢？就是到你这个财赚到手了，比如说3个月之后的某一天，你这个财已经到你口袋里面了，就是你这个卦结束了，在你卦结束的那个时间段就叫进行中月日。所以说再强调一遍，我们所说的月见和日辰它是有两个概念的，一个叫生辰时月日，它是原点，一个叫进行中月日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事情发展的那一段。月见和日辰有两个，一为本卦之卦生辰当时之月见日辰，称为生辰时月日；一为本卦之卦生辰后事情进行中之月见日辰，称为进行中月日。此两者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生辰时月见和日辰，一个是进行中月见和日辰。比如说你今年要评教授，你想知道你能不能评得上教授，你就起卦。起卦起出来之后，你起卦的那个时间点，比如说本月本日你起卦，那么起卦的这个点就叫做生辰时月日。这个卦出来是非常好的，这个卦表明你评上教授是十拿九稳的。那么它在哪一个时间点呢？我们段吴老师一定会评上教授，同时一定要告诉人家，那我什么时候评上这个教授，我什么时候教授这个职位能下来，这个叫应期呀，这叫应期。纳甲就是要断应期，就好比我曾经说过，我们断一个人生病了，他会死掉，某月某日某个时辰死，他绝对过不了这个时辰。要死的这个病人是属木的，那么他在申月，他是不是很衰？申月是属什么的？属金的。那么在申月或者说申日，然后酉时，就断他死，他酉时绝对不会过申酉戌亥，绝对不会到戌时去。这种事情我们体验过太多次了，就是戌时和酉时之间，它一定在戌时断气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金是克这个木的，一定是在它最弱的时候死掉，而不是在它变旺起来的时候死掉。这就叫应期，应期就推导出来你在几月几日哪一个时辰你一定会走。评教授也一样啊，你在哪一月的哪一天你会评上教授，这一段就叫做进行中月日。当然也有的没有进行中月日刚才说了，你婚姻一个人占婚姻，你没有婚姻啊，在可预见的未来你根本就没有婚姻，你不存在这个婚姻啊，那就没有什么进行中月日了。这个卦就判定了你眼下3个月半年之内你不要占卦，你不要再起卦了，没有用。但如果说他很快就有男朋友，那一定有应期，3个月之后哪一月哪一天他会有男朋友，他会结婚，父母爻动了，父母爻动了就是婚事嘛，父母爻就代表结婚证书啊，代表婚房啊，代表婚姻啊，这就是应期。应期和原点之间的那个就叫做进行中月日，大家明白了没有？所以说生辰时月日和进行中月日
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。然后呢，与本卦之卦及其诸爻而言，这个进行中月日和生辰时月日啊，它扮演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角色。生辰时月日犹如父母，生辰时月日太重要了，它跟父母一样。而进行中月日犹如什么呢？犹如师与君，就它像老师和领导一样。父母呢，非但与其性格、体格、起点、前途等等有重大影响，更始终关怀牵挂、耳提面命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父母是不是这样？父母不但影响我们的性格、体格、起点、前途等，更始终关怀牵挂、耳提面命。父母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。师与君，就老师跟领导，虽一路教诲提携，亦关怀牵挂、耳提面命，然彼犹路灯淡管一段而已。进行中月日，我这个月是我当值，我就管这个月，下个月不关我的事了。但是生辰时月日，它是管到底，它管到你的这件事情从发生到结局的那个整个过程。大家记住，生辰时月日和进行中月日，生辰时月日就像父母一样，从你生下来管你管到底，管到他死为止。但是月和日，这个父母他不会死啊。你听说过月日会死吗？他是一个不死的父母，他始终管着你，始终给你力量，或者说他不是始终给你力量，他始终让你没有力量，也是他的事。父母很弱，我们也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。父母有的很旺，父母有的就很弱啊，他不能给你任何帮助，甚至还有拖累你，也有这种情况。就是月见和日辰，它有时候给你带来是很好的影响，有时候给你带来很不好的影响。这种很不好的影响贯彻你的始终，贯彻这件事情的始终。就如果一开始就是你的月见和日辰，就你的父母本来就是很衰的父母，给你的影响就是很不好的影响，那么这件事情会贯彻始终，就一直在你的这个事情发展过程中，它一直是不好的。然后呢，领导和老师他就是管一段，他就跟路灯一样，马路警察各管一段。生辰时月日始终其事到底有权，进行中月日各司一月一日之权。比如说你现在在一个单位工作，过2年你离开这个单位了，不在这个单位了，你有新领导了，那个老的领导还会来管你吗？他也没有权利管你了。现在管你的是新的单位领导。你在学校，你小学读完，你上中学了，那小学老师还会管你一个中学生吗？管不了。就是进行中月日，它月和日都是管一段。你在我这个月，我管你；你出了我这个月，另外一个地支管你了。这就是生辰时月日和进行中月日的第二个区别。第三个区别，与本卦之卦及其诸爻而言，其在生辰时月日下之状态，是先天禀赋与生俱来，为原生态。就是生辰时月日是你的先天的禀赋，是原生态；其在进行中月日下之状态，是后天境遇不断变化，为进行态。生辰时月日是一个原生态，你生来就是这样，你生来非常旺，你这个爻生来非常旺，你就一直会旺下去。尽管在进行中月日当中也会有变化，但是变化不到哪里去。生来就旺的爻，它一直是旺的，有变化也变化不大。生来很衰的爻，它也有变化，但是变化也不大，是后天境遇不断变化，是进行态。若进行态乃一棵树进行态如果是一棵树，这原生态就是树根，根状方能树状。若进行态乃一水，则原生态及其源，原生乃有水藏。比如说你是世爻，你非常的旺，比如说你这个月是辰月，你非常旺，你属土的你的地支是土，你很旺。或者到了水月的时候，到了亥水月份的时候，你是衰的吧？你肯定会衰吧，但是你衰不到哪里去，因为你本身很旺，你不怕衰；你本身很旺，你不怕克。你如果很衰，也会变旺，但是你旺不到哪里去，因为你底子就薄。这跟我们生在某一个家庭，你这个家庭父母非常富贵，非常有权势，本来你的原生家庭就很好，所以说他一路是旺的。他即使后来境遇不好，他也考不上大学，你也考不上大学，他的结局跟你就不一样。甚至他考不上大学，你考上大学了，他的结局比你好得多，就是这种情况啊。所以说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呢？特别注意我起卦当时
的那个月见和日辰对于我这个卦的影响，对于我这个卦里面的每一个爻的影响，它是旺的，它就是旺的；它是衰的，它就是衰的。有没有变化？有，会有变化啊，因为流年流月就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嘛，但是变化不会很大。总之，若一爻在生辰时月日下极旺，则在进行中月日下绝不能极衰；反之，若一爻在生辰时月日下极衰，则在进行中月日下绝不能极旺。就是生辰时月日对于卦来说，对于爻来说，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月见和日辰就是我们卦生辰当时的月见和日辰，决定了你这件事情的吉凶。所以说，看一件事情的吉凶，起卦当时大体上就可以看出来了。如果世爻自己非常旺，即使在进行中月日之下，它的境遇不好，它也扛得住。比如说你这里很旺，然后碰到卦六冲，它不怕冲啊。六冲，我卦很旺，不怕冲啊。你生病也是这样啊。你生病，你碰到冲，本来冲就冲一下就死了，可是我很旺，我死不了。同样是一个爻，一个旺的爻，一个衰的爻，同样两个都是病了很久了，但是一个爻很旺，一个爻很衰，两个卦都逢冲，都是六冲。那个六冲的那个衰的那个，一看到六冲你就判断他死了，就不活了。但是旺的这个爻，旺的这个卦，他就死不了。它充其量是什么呢？充其量这个病会拖成久病，会一直病着，病根就去不了。所以说大家要特别重视生辰时月日和生辰时月日之下我们卦的旺衰。比如说你要占财，你财爻在生辰时月日之下很衰，那不要看了，你还装什么卦呢？不用装卦，直接没戏。或者说你的财运很好，但是你自身很衰，你还要看吗？财运很好，自身很衰，有可能是一种情况，财来克你，就是你没钱没事，有钱你就麻烦了，有钱你被财克死了。只有一种什么情况？只有我自身旺，财也旺，那个才叫好事，财来生我或者财来追我都可以。所以说旺衰是我们断任何事情吉凶的非常重要一个条件啊，没有旺，这个什么都不用谈。除非你断病，你断病发现这个官鬼很衰，很衰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病很轻嘛，这个病没事，害不了人。那如果说官鬼很旺，你自身也很旺，不怕官鬼，你自身身体好，身体的基础条件特别好，免疫力特别强，官鬼再旺，他克你，你也不怕。这是第一个忌时。